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5章哈。那第5章叫 CHSH Game。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后面马上我们来跟各位解释这样哈。那原则上就是说，我们在看完了第4章的这个 teleportation 之后那各位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好像在玩这个益智游戏的感觉哈？那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早期的这一个content 的这一些 programming 的话，大概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我们也大概也不能讲做 programming， 因为很多人这些专家他们也不见得会用程式来呈现，所以你应该讲说 content algorithm 演算法。那演算法它就说有一个逻辑思维那用它的一个那整个的一个流程来把一些问题把它解决掉，这样做一个数学模型的分析，这样所以那现在慢慢很多都变成是有演算法来对应它那个程式programming 来对应它，这样好。那有这样的一个先的一个基本认知，我们就开始往下看那到底为什么叫做CHSH Game 它这样子这个 game 很明显的是在19这一个69年的时候，有4位学者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是 Closer， 你可以看他的姓的那个第一个字母，那 Honey 那第二个还有第3个 Simony 那还有第4个这一个好，这个可以看出它这个样子好，我这个把姓再把它 mark 好一点你看它是 H， 所以整个就是所以就后来就变成 propose 出一个叫做 CHSH。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在做实验那因为这个实验看起来好像也蛮好玩的就把它拟人化之后他们就把它叫什么叫 game 叫 game 这样那这个中间就是因为有关于那个相关的贝尔它的不等式什么一大堆那还包括这个早先爱因斯坦他们几位学者就在讲说是不是中间还有一个变量那没有被人家看到或者说这一个是不是有那个区域性的一个感染，有没有所以就引出了相对的一些观念出来。所以原则上这个 CHSH 这个 game 的话，它原则上它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 non-local， 那其实是跟区域性无关的，不会受区域性的这个控制住的一个什么一个游戏这样他讲说它是一个什么 which have deep connection to the physics 太重要了，它竟然跟物理还有我们的 computer science那还有这一个数学都有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竟然是这一个的话可以呈现出那么多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出来。好，这个非常重要好，那因为它既然是把它变成是游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说好，我把它写清楚一点这个 CHSH 好的，这个写起来就是这样的那原则上就是说它把它拟人化让这个实验比较好玩那好像在做一个游戏，就是常常我们在赌博对赌的话到底要下什么牌那跟这个有点小关系这样好，那这里的话很明显就是说Alice 跟 Bob他们准备去参加一个什么？参加一个 non-local 的 game 这样他准备参加这 non-local 的 game。那 in this game there is a 什么 referee 他有一个裁判呢他会送一个 message 出来给 Alice 跟 Bob。然后呢 Alice 跟 Bob 呢他们就必须决定他们到底要回答什么答案这样那影响这一个怎么样这个最后游戏是赢或输这样那很快我们再来看一下，就说当游戏一开始的决定开始就说游戏开始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你看游戏怎么样呢？被开始之后的话呢，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两个就不能够再交头接耳，甚至不能打电话，也不能透过远端的那个通信信息去做交换他们的那个答案这样所以它是 very far away 就是非常的遥远very far away 有没有 far away 好，也就是说 do not stay in the 什么 local space， 也就是说他们会在不同的 space所以这个是 Alice 那这个是 Bob， 他们非常的遥远far away 有没有？它是非常的遥远这样所以关键是这样就是说待会还会再更仔细，就是说这个裁判
它会送问题 x 给这一个 Alice， 问题 y 给 Bob。那 Alice 要他的答案是 A， 那 Bob 的答案是怎样？答案是这个 B。那后面这一章我再来做一个更仔细来说明，这样就是说原则上你把 x 跟 y 把它当做什么？他们的那个 question 问题有没有？注意 question 是复数它是各种不同。那 Alice 跟 Bob 的话，它叫回答答案，有没有？所以他们也就是说对应这个裁判给的什么给的那个题目呢他们要回答不同的答案。那因为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实验，所以他用很简单，就是说问题对问题对 x y 的话，它用0跟1，就是说 x 可能是0或1，那 y 呢也可能0或1，所以因此呢这个就是变成是一个向量，一个 binary 的向量这样。所以因此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们会非常的均匀，可能是00、01、10或者什么或者11这样。那同时他们答案是 x y a b 有没有？他可能回答也可能是00、01、10或11这样。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样。那可是问题怎么决定说他们赢？因为这个 Alice 跟 Bob 就是参加这个比赛嘛，在比赛他必须两者要得到一定的这个答案上面的一致性才怎么样才算对。那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子？我们就先欣赏就好了。我就从前面有讲过说我们只能欣赏，因为这些学者他们很厉害，每天在那边做实验。所以你发现A 跟 B 他们要做 exclusive or 那的结果会等于什么 x 跟 y 的那个 and 的一个结果这样。所以这个他们所定义出来的。所以这里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A 这是他们的答案。那怎么样呢？ x 什么且 y 这样。那为什么这样子？我刚刚讲过说这个就先不管它了。这为什么这样得来的？那你也可以再去研究当初为什么1969年的时候他们会去想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这样。那也就是说，当 A 跟 B 的答案跟x 跟 y 的这一个问题呢中间满足这个条件的话，那他们就赢了。他们就赢了这个比赛这样。好，那这个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分析一遍。就说这个 winning 跟 losing condition can be stated。那原则上就是说 x 跟 y 怎么样？ x 跟 y 是这一个这个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写得很清楚。这个它是这个问题对。那这个是答案对，有没有？答案对这样。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那 x 跟 y 的 n 的话，你看那这个就变成是0。这个0这个0这个是1，有没有看到？那 A 跟 B 要得到0的话必须怎么办？必须是就是说 A 跟 B 要相同，那 A 跟 B 不同的话，他们做 exclusive or 就会得到1。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这样，一定要这样子，这种情况他就会赢。那这种情况他要怎么样？他要不等他才会赢这样。那所以很明显看出来4种可能里面的话，我3种我只要咬住说我的答案是一致就好了，就是说那他的赢的几率就比较高这样。所以呢他们出发之前就可以先约法三章。这一次呢我们都答1，或我们都答0。那都答1的话表示说他们答案是相同的，答0的答案也是相同的。所以这个就可以出发前假设说我们就先这么约法三章的话，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往下来看那这样我就可以做一个排列组合啊。这个排列组合你可以看到，那等于是说你发现就是这个 x 怎么样呢？且 y 要等于 a 怎么样？ a exclusive or b， 我把它倒过来写的那原因是那这样的话等于是它就怎么样？它说 x y a b 4个向量，所以它总共有16种可能就是你看有16种case。好，我把它写清楚一点16种 possible case possible cases， 有没有16种 possible cases？ 那好，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发现怎样呢？依序这一群有没有？这一群的话答案什么？这个答案是0嘛？好，那答案是0，我看到那这一群的话这一群答案也是0，因为他们是做 and 嘛。那这一群答案也是0。这一群答案什么？答案是1这样。所以在这一群里面我只要干些什么事就好了？我只要干
A 跟 B 相等的话，我就会赢，嘿，有没有？这一群也是让我干 A 跟 B 相等，我就会赢。哦，不管那，但是我刚刚讲说我不管，我就讲好，就是两个都决定打1，或者都决定打0的话，哈，你可以看到这一，好，也就是说这样的约法三章就会变得比较简单。那这个就比较累一点哈，就是这个的话，就你可以看到怎么样？这一群的话，就是要赢的话，必须怎么办？必须要 A 要不等于 B， 有没有？因为他们说 exclusive or 嘛，哦，所以原则上，就是说答案相同的话，会有3/4会赢，嘿，好，那答案如果不同的话，大概只有1/4会赢而已，哈，所以这个当然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必须来看哦。所以我刚刚讲过说 ，Alice 跟 Bob make什么 agreement A 等于 B， 也就是说一开始 A 等于 B， 哈 ，A 等于 B 等于0，或 A 等于 B 等于1 ，in advance 事先有没有？哦，那怎么样呢 ？And 怎么样呢 ？Then the winning probability is equal to 3/4，就是我什么都不，我什么都不改。A 是1 ，B 是1，你什么题目来，我就答 A 是1，这个B 是1，那这个赢的几率就会达到这个3/4这样哈，所以看起来还蛮好玩的哈。那可是问题，我如何达到这个3/4哈？那问题来了。Priority to the game 哈，这个一个 entanglement 这一个 quantum state is given 哈 in 怎么样呢 ？in advance and shown as follow。事先 Alice 跟 Bob 他们又给了一个什么？一个量子纠缠，干嘛呢？他们认为说我们只赢75%的可能还不够高。那如果说我们用量子的方法进来的话，几率会不会提高？会提高到80%几这样嘿。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章要来讲的哈，所以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哈。那接下去如何借由这个量子会突破只有75%是最高的一个获胜几率，就是我们后面要来讲解的哈。那开始来做一些数学的模型分析，那最后再来看看它演算法这样子哈。所以这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 CHSH game 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机制，这样嘿。那竟然透过这个量子纠缠的话，那可以让它的那个获胜率再提高将近快要10%，从75% 提高到80几%这样，这个太厉害了哈。好，那我们就后面再陆陆续续来看它的数学模型跟它的演算法，这样哈。好。